都受到食物之神的眷顾，很少在温哥华看到这个饶河夜市吃那个腰炖排骨的那个感觉哦，小朋友才做选择，我不需要，蛮新奇的体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sper。今天我来到韩国城，为什么我要来韩国城呢？因为自从上次在 LA 吃过那个 Miss Khao Chang 之后，我真的对烤牛肠这件事念念不忘。然后我就上网找，好不容易给我找到，原来在温哥华也有烤牛肠锅。所以今天我就来吃这家 Govan88，听说它的烤牛肠锅非常有名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好不好，对吧 ？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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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OK， 我们现在坐进来啦，然后我们也点完菜了。你知道这家餐厅我刚刚进来真的觉得它很厉害。你知道我们是2个唯一不讲韩文的人，其实我是被讲韩文的人给包围了，所以都是很道地的韩国菜才会吸引那么多韩国人来吃啊。所以我相信一定很好吃，我好期待哦。因为它是吃牛肠锅，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少见哎。既然在这里可以给我吃到啊，我忘了点炒饭了啊！可是因为我今天点了蛮多的菜，我很怕我吃不完。但是我想要在牛肠锅里面吃炒饭。下次吧，下次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的牛肠锅里面想要加炒饭，只要加5块钱嘞。然后我就觉得哦，那不错。但是好吧，下次再来加。下次找多一点朋友来就可以点很多，因为我其实真的很多很想吃的东西耶。而且这里很适合喝酒，这里竟然还有蜜桃口味的马格利耶，我好想喝哦。但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所以今天不喝。然后我们就等着菜上来吧，牛肠锅。这家餐厅的装潢也很有意思哎，它整个墙壁上面都是像黑板那种用粉笔那种手写字，然后再贴海报，就是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。而且它的音乐有够古老，超老派的，很像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年代的老歌，听起来都很苦，就没有像现在 K-pop 那么动感啊，就是一个很怀旧复古的餐厅，也是一个蛮新奇的体验。我刚偷看到隔壁桌吃的就是红彤彤的锅里面竟然还有放乌龙面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它一开始放在我的隔壁，我以为是要给我的，我还想说哦太好了，就不是带去隔壁桌了。我现在好期待我的上来，我也好想吃他们的小菜哦。韩式的食物就是会让人觉得很温暖，因为它又热又辣。哇，它的那个炉子已经先上来，我真的超期待的。而且它一上来之后来了3个小菜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一个是那个甜甜糯糯的马铃薯，然后再来就是泡菜，还有一个那个洋葱辣椒酱油。因为我们有点牛肠锅，所以他就给了我们一个蘸酱，然后再加上芥末，然后另外还有类似像韩式辣酱的那种。然后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点猪脚的关系，还有那个专门蘸猪脚的那种虾米酱，反正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好吃。虽然主体还没上来，只上来了一个炉，但我已经先迫不及待要吃这个马铃薯，因为听说它的马铃薯非常好吃，甜甜糯糯的，我要吃了。好吃，我又不知道为什么吃起来有海鲜的味道是那个酱油是海鲜酱油吗？就是有一点海鲜很鲜的味道。好吃哦，小贴士，因为我有上网先研究过，他们说他们的那个牛肠其实是没有什么味道的，就是只是很简单，可能就是黑胡椒或盐的调味是没有味道，就吃起来很淡。你要自己再沾他们那个芥末的那个酱，或者是调一个非常好吃的酱，就是麻油加盐。所以我现在来自己调一下，加麻油，还有盐，我可能会再加一点胡椒。一个失手，真的，它看起来有点像糖，它不会是糖吧？妈耶，我不会被骗了吧？完了，我现在就要来试一下，我不要被阴了。是盐。安心了，现在就赶快等主菜上来吧。哦耶！主菜终于上来了，烤牛肠，我的妈！而且它的牛肠看起来很好哦，因为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那个阿嘎西空跳那家店那个超油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可是它上来之后是那种超干脆的牛肠，非常干脆，而且已经是熟了的。我们上次吃的那家是生的，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配菜，就是洋葱跟韭菜，哇，2个都是我的爱小助手已经昏倒在旁边。但是它那个上来之后，它可能有一点点糖，所以你就要自己用剪刀剪，而且看起来是真的好像没有什么调味，可能就是用胡椒或者什么，就是稍微调味一下。但是我真的必须要大赞，它真的很干脆，都不油，吃起来就不会很有负担那种感觉，超好的。因为它这个每一桌上面没有那个排气的系统，所以它都是烤好再说。对，这样很聪明，这样整个餐厅就不会太臭了。哇，这就是把它剪成1口吃的大小，我想先吃一下原味。原味真的没什么味道，
它好酥哦。它确定它是烤的吗？它不是炸的吗？因为它好酥哦。咬下去之后会有一点点那个肠子的油脂，但没有任何的奇怪的腥味或者是什么，好香哦。我要来沾那个大家推荐的芝麻油加盐。哇，好吃！这真的好适合朋友来一起喝酒，然后聊天吃这个。我下次真的要找朋友一起来，真的太赞了。而且今天是平日哦，我们特别一下班就赶过来平日哦，它已经接近要全满的状态了，它真的生意好好。哦，现在沾的是那个芥末酱油，也好吃。它的酱有一点酸酸的，解腻。我要推荐一下。这个酱啊，就是它那个芥末酱汁跟那个芝麻盐那个，我会比较推芝麻盐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味道比较香，那个真的很好吃，就是它会放在旁边，所以你要记得自己拌好了。还有一个很加分的地方是这个肠子处理的还算蛮干净的耶，它里面没有太多的就是奇怪的味道或者是奇怪的口感，反正就是一个很酥脆，然后就是会有本身那种油脂的那种香味，好香哦，有一点鸡皮那种鸡油的那种香，但它是牛肠的那个。赞！我们的第二道菜就是猪骨汤也上来啦，哇，它那一上来那个颜色真的有够红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非常鲜艳。然后上面还铺了一层韭菜，还有撒那个胡椒，哇，香料味真的超足的，赞！然后我刚刚已经先偷吃了它的排骨，它的那个排骨就是属于那种你筷子一弄上去，那个肉就下来。我刚才弄那个肉下来的时候，有回到那个饶河夜市吃那个药炖排骨的那个感觉，我好想念那个药炖排骨哦，真的是，什么时候温哥华也可以有一个？我是许太多愿了，还要有药炖排骨的，这可还行。然后我刚吃了一口肉，真的是软嫩，而且又非常好脱骨。汤的味道煮进去，味道是够的，好吃。而且它的骨头好大块哦，你看它的猪骨汤一块有这么大料好实在。一个人的话就刚好就吃一锅汤，真的非常刚好。它这个猪骨汤真是一个比一个大块这第二块大成这样，那第三块是怎样一个猪肋排拿出来吗？它每一块其实真的都还蛮大的哦，而且你看它的肉真的就是一拿就下来了。我刚算了一下，它的猪骨汤一共有4块，然后就这样堆起来，因为它每一块都不小，所以还蛮抵的。哇，它的汤真的有够热的，喝起来很好喝，真的很棒。然后就是会吃到那个很浓郁猪骨的味道，再加上其实它有一点点辣。如果是小朋友的话，它这道菜就可能就要 pass 了，因为它是稍微有一点点辣感的梗。我现在要很假掰的来学一下韩国人吃，我刚刚稍微试试看，难怪韩国人喜欢这样吃，因为这样真的还蛮好吃的。而且这样挖一小匙汤，一口汤泡饭好吃，这样一餐很温暖又好吃。单的，看看有多大盘。今天最后一个硬菜上来了，就是猪脚双拼。我跟你说，我在研究这家菜单的时候，我犹豫了好久，因为我很想要吃卤的猪脚，我也很想吃那个辣炒猪脚，我真的想好久我要选哪一个。就一坐下来看完菜单以后，发现不需要选择，你可以点双拼，超棒的。双拼也可以拼那个五花肉，但我有上网看到那个五花肉褒贬不一，所以我当然选我最爱吃的猪脚啦。太开心了，2个口味一次满足，不需要选择，就点 combo 就好了。成年人的体验。对，小朋友才做选择，我不需要。然后我现在来吃卤猪脚，因为这个卤猪脚，我相信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吧，因为你在那个 Hanon 或者是在 H Mart 你都可以买到啊。感人哦！他知道我不爱吃肥肉，是不是？都很瘦超好。当然后面会有一些就是半肥半瘦，但我现在就拿到一块很瘦的。当然，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那种标准的吃法怎么吃，反正我就是把我喜欢的东西都加一遍，沾一下它那个酱。它有附上2个酱，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虾米咸酱，另外一个就是辣酱。一口菜，差点忘了加辣椒。还有葱。其实我没有怎么吃过这个东西可能是我第一次吃哦。这么一大包，我要吃了。哇，这一口下去不得了，超满的一口，但好好吃哦。因为你有包蔬菜，然后里面有一些泡菜类的腌菜那一些的，所以那个味道就会很明显。然后再加上它猪脚本身非常软糯，它外面那一层皮就是那种很软糯的那种皮，不会很干，不会很硬。
就那种 QQ 弹弹的，吃起来真的哦，胶原蛋白很够的那一种，真的好吃。然后它的那个瘦肉部分真的就是不会很干柴，真的很好吃哎，没有到 juicy， 没那么夸张，但它就是属于那种有韧度的那种肉。它这个卤猪脚的部分真的 OK， 有过，不止有过，而且是高分过，好吃。我现在来吃一个，就是我一直无法割舍的那个辣炒猪肉。它那个辣炒猪肉应该是不用包东西了吧？我不晓得哎，我想空口吃一个。它是温温热热的那种猪脚，所以它整个吃起来都是很软的，好好吃。而且我这一块是刚好吃到那个猪蹄筋。我这是什么神手啊！竟然夹到有猪蹄筋跟肉的那一块哦，好好吃哦，而且有辣，真的有辣，哇！我真的非常感谢最近都受到食物之神的眷顾哎。这3个我没有办法选一个，下次不要点，不可能，这3个都真的太好吃，我只能多叫点朋友来，然后才可以吃到更多。我一直看到隔壁好几桌都点那个大锅的，像火锅一样的东西，我好想吃哦，但那一定要真的人多来吃。哇塞，现在吃饱喝足啦，今天晚餐都是肉，好爽哦！如果很想要大口吃肉的时候，就可以来这家餐厅。那个猪脚真的很过瘾，然后还有烤牛肠跟那个猪骨汤哦，好多肉，好爽。然后账单上来啦，我们今天晚餐总共3样菜，3个都是蛮大的菜，总共是129.41。然后加了小费以后就大概144块，3个都是大的荤菜，然后我们还有打包带回家，然后总共就大概150块有找，在现在这个温哥华算是可以接受了啦，主要是因为它真的蛮好吃的，而且它的那个分量真的也是很足，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，对啊，也很推荐大家可以来哦。如果你今天很想要跟朋友一起喝酒聊天，或是要大口吃肉，或是要吃那个热热的汤，或者是烤牛肠的时候都可以来。重点是烤牛肠，我真的很少在温哥华看到就是还蛮推荐大家来的。OK， 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啦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。等一下又到了呼口号的时候，一订阅一事情，订阅按下去，欢乐不会停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